爆料美国炸毁北溪内幕后，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世界上最咄咄逼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而随着更多证据爆出，美国借俄乌冲突切断德国退路、削弱欧盟的真实目的也逐渐浮出水面。17号，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西摩·赫什接受美国一家调查新闻网站长达1小时的采访，再次深入探讨美国炸毁北溪管道背后的阴谋。It's impossible to believe how just dumb this leadership was. It's just dumb. And then they stick to the war. And then they took a plan which was also crazy and dumb.2月8号，赫什在网上发表5000多字的调查报告，距今已经10余天。尽管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美国政府矢口否认，美主流媒体也集体噤声。对此，赫什表示，不管我写出什么，不管我有什么具体细节，这个政府永远不会承认。他还指出，目前世界上最咄咄逼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去年9月26号发生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疑点重重，丹麦和瑞典政府牵头进行的调查迄今仍未有定论，而且国际社会普遍质疑，调查刻意拒绝管道运营方俄罗斯的参与，将导致许多关键信息缺失。而赫什的调查报告提供了不少细节。继赫什报告之后，美国自由撰稿人约翰·杜根也向媒体提供的新证据，进一步证实美国有重大嫌疑。杜根提供了一封来自匿名美军人士的邮件，写信人说，去年6月15号，波罗的海行动2022军事演习期间，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也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的地方，他看到一批身穿便装的潜水员乘坐直升机抵达演习场，而接待他们的是美海军第6舰队的一名中将。写信人还指出，这些潜水员声称是来参加排雷演练，但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看到在潜水区域进行排雷的设备，反而携带着适用于深海潜水的 Mk29型氧氦循环呼吸机，以及一些神秘的小箱子。写信人凭借自己在军中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敏锐地观察到，潜水员使用的呼吸器是昂贵的氧氦潜水装备，而北溪管道位于海面以下约70米处，正是适合采用氧氦潜水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带着呼吸器直接从船上跳下了水，消失了整整6个多小时，而返回时，那些神秘的小箱子已经不见了。这一爆料被认为很可能提供了美国潜水员在北溪管道上安装炸弹的关键佐证。然而，西方政府和媒体却一直保持沉默，利益攸关方德国、瑞典和丹麦政府也均拒绝对赫什的调查结论表态。不少西方媒体人士和专家暗示，真相即使得到证实，也可能会被掩埋。Why isn't this story being followed up? Right. Traditionally, something as big as this, and even the allegation, would be on every front page. Wel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t has been virtually suppressed by the British media.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carried it, but I don't think any daily papers has picked it up at all. 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这些精英也好，他的媒体也好，他的舆论也好，在去年的这个北溪爆炸事件中，没有体现出对真相的一种执着，就已经表示了其实他们内心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这个凶手是谁，知道真凶是谁，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他们只是无力，或者说认为现在还不到这个清算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个自身的利益呢，和美国之间是有这个裂痕的，或者说这所谓的大西洋纽带呢，它并不是真正那么牢固的。美国有些时候做的事情呢是损害欧洲的利益的，但是他们明明知道这样，他们依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他们不会说去直接的去打出一个反美或者说直接和美国叫板的这样一种架势。赫什报告表示，美国炸毁北溪就是为了防止俄乌冲突期间，德国为应对严冬而与俄罗斯达成一致，同意开闸输气，因此要彻底切断德国的退路。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虽然在德国政府的强力补贴下，过去的这个冬天，德国民众并没有此前媒体预料的那样难熬，但德国媒体表示，政府举债为民众支付天然气账单是债留子孙。同时，德国企业的用气需求并未得到解决。为了避免失去竞争力，德国的一些高耗气企业已经外迁。
全球最大钢铁制造商之一的德国安塞勒米塔尔表示，由于电力成本飙升，该公司已关闭位于德国的2座工厂，并将高炉移到美国。此外，还有德国舆论质疑，2家德国企业也在北溪管道公司有股份，为何德国政府却不能替他们强力维权？就在贺氏爆料2天后，德国联邦议院官网发布消息，称联邦议院就关于如何应对针对德国基础设施的攻击进行激烈争论，但竟然没有任何德国议员敢回应是拜登炸了北溪。甚至还有一些德媒完全站在了美国的立场上，配合美媒对贺氏进行抹黑污蔑。对此，德国民众失望地表示，德国政府已经从之前默克尔领导的独立德国，变成了严重依赖美国的半独立德国。近日，德国执政党社民党在柏林地方选举中惨败，就是敲响了警钟。这场选举中，社民党的柏林市长得票率仅为18.4%，是社民党22年来的首败，也是2战结束以来该党在柏林的最差战绩。而舒尔茨本人的支持率也在1年内狂跌了24个百分点，降至33%。德国媒体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民众都不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但舒尔茨政府却跟随美国，在关系到自身能源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升级对俄制裁，近期还提供豹2主战坦克给乌军。由于德国是欧盟最富裕的国家，也被认为是欧盟法德引擎维系欧盟正常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观点认为，事实上，德国才是美国打击的主要目标。德国工业令华盛顿忌惮，美国需在经济上摧毁德国，削弱欧盟，以维持其全球霸权。此次美国便是将乌克兰作为突破口，将欧洲和俄罗斯彻底掰裂，令欧盟最终沦为美国全面主宰全球经济的基石。应该说，这个美国之所以去炸毁北溪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让把这个欧洲更加牢固的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增强它对欧洲的一个长期的控制，就是彻底斩断这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特别是能源联系。它的用意其实当然是为了维护它的这个全球霸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好。王毅在慕安会上就俄乌局势做出最新表态，那世界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在俄乌军事冲突1周年之际，王毅呢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最新表态，让世界看到俄乌停战的可能性。如果用西方媒体的判定看呢，中方立场赢得绝大多数南半球国家的支持，同时呢得到西方国家谨慎的欢迎，这使得英法2国领导人呢不得不出面承认，西方国家失去了南半球国家的信任，今后呢需要对双重标准予以纠正。俄乌军事冲突打了1年，结果是什么呢？战争在继续，冲突并没有解决，双方的伤亡人数在持续的增加，而欧洲经济损失巨大，现在呢还在为军援乌克兰没日没夜的增加炮弹生产量。只有美国呢发了战争财，不仅呢夺走了俄罗斯能源市场，那么在欧洲市场高价出售这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而且在军火上大赚，购买着呢就是欧洲盟国，以增加呢对乌军援。持续的战争也破坏了全球的供应链，俄乌粮食出口遇挫，导致南半球的饥饿，全球粮价和能源价格呢持续的上涨，接踵而至的呢是欧美的高通胀率，反过来呢影响到欧美大众的日常生活。可以说这个美西方支持的俄乌军事冲突打到现在有百害而无一利，停战和谈呢是大多数人的期盼。中方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就像王毅概括的，中方立场就一句话：劝和促谈。中方呢将继续坚定地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一边。王毅还说这个俄乌军事冲突发生的第2天起，中方呢就提出了政治解决争端的方案。俄乌双方呢也曾经举行多轮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和平协议的框架都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但是呢，遗憾的是，这和谈呢中断了。这就说明呢，要是俄乌能从冲突转向和平，那就得回到原先开谈的这个和平协议框架上。这对美西方呢降了大大的一军。你要是战争还是和平，如果选择和平，那就得从原点开始。欧洲国家对中方这个表态是持谨慎欢迎。那么除了呢中方反对使用核武以外，
也是想努力的促成欧洲和平，尽快的终止这个俄乌双方的战争杀戮和破坏，尽快呢让欧洲从冤无公俄的泥沼中走出来，去致力于解决自己的经济难题。中方立场能否被欧洲国家所消化呢？也许还要一段时间，但的确呢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出路。那么再打下去呢，这个俄乌双方是玉石俱焚，美西方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呢也将是两败俱伤。美国资深调查记者公开发布报告说，北溪管道就是美国引爆的。那您认为真相是什么？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一指控呢？关于美国有没有故意的破坏北溪管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实：一呢是逻辑，二是法律。从逻辑上讲呢，北溪管道被炸以后，已经证明了是人为破坏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该查证究竟是谁破坏的，谁敢这么做，谁有能力这么做。那么有能力进行海底爆破的是美英等北约国家，因为被炸的管道呢就在北约国家管辖区域，敢于进行爆破的恐怕呢只有美国。美国资深记者西莫赫什的报道，从逻辑上呢是站得住脚的。美国呢对俄乌军事冲突的强力支持，其实呢有两个目标：一呢是要大力的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不再持续对抗美国；二是呢要切断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尤其是能源联系，以削弱欧盟的力量，从而呢抢占这个欧洲能源市场。这美国呢就可以发战争财了。百溪2号呢修了6年多时间，耗资呢是95亿欧元，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奥地利都投了资，是一个欧洲的大工程。这个欧洲国家呢自毁管道，这好像不太可能。那么剩下的爆炸先锋呢，恐怕就只有一个美国了。从法律上讲呢，美国记者从业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尤其呢是像西莫霍什这样资深的调查记者，是很清楚诽谤罪的后果。没有证据就瞎说瞎猜测，可能呢会把自己给送入牢房的。迄今为止呢，美国政府虽然坚决否认，说揭露美国炸了北溪管道的故事充其虚构，但是呢，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西莫赫什提起什么法律控告。要是调查报道真的是虚构出来的，美国政府要加以证实，可以说呢是易如反掌，把西莫赫什告上法庭，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可以很容易的洗脱指控。美国政府呢没有这样做，是不敢与调查记者对簿公堂的。这个庭审过程中呢，会抖出很多的证据，把拜登政府呢，吃不了兜着走。那么美欧可能决裂，北约也可能解体。我个人认为美国破坏北溪管道是大概率的事，但是呢，不会公开的承认，也不会提告调查记者西莫霍什，要把这件事呢变成似有似无的罗生门。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